小新，今天怎么提前回来了？这么早就下班了吗？怎么了？什么事情不开心？姐，今天我去找尹彤，他不在。可是我看见他房间里有2幅画，那2幅画画的都是同一个女孩。你应该知道他画的是谁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对不对？因为他画的都是你。小新，你不要误会。我误会什么？误会他喜欢你是吗？你难道还要跟我说你一切都不知道，还是跟我说他不喜欢你？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的，我就不会像傻瓜一样越陷越深。傻到我跟他说我喜欢他，傻到我还问他喜不喜欢我。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的，你几乎让我变成了一个笑话。小新，小新，小新，你开门啊！小新，你听我说。小新，你开门啊！小彤，你回来了。小新他下午来过，不过我觉得我好像做错了一件事情。怎么了？我也是好意啊，我说让他在外头等不是很好，所以就开门让他进来。不过他进来以后看到这2幅画，脸都绿了。我真笨，我还继续问他认不认识画里面的女孩。那他怎么说啊？他没说，哭了，然后就出去了。小兰，你先吃吧。我等小新下来再一起吃。哎，小新下来了。去上班了。小新啊，一块吃点早饭吧。小兰都等了你半天了。等等，先看看报纸再说。剽窃的事情已经够让人头疼了，怎么又会传出你暗助参展者的事儿？这个记者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什么时候暗助参赛者了？报道上说，你和一名参展者传出了恋情。虽然报纸没有指名道姓的说是谁，
那明显说的是尹彤嘛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跟尹彤什么事儿也没有，这个记者从来没有向我求证过，他的报道怎么能相信呢？不管信不信，现在已经白纸黑字见报了，这肯定会对我们设计展带来伤害，知道吗？小新啊，你真会惹是生非。要是我们的设计展的权威性受到了质疑，也会连带影响到我们凯华的声誉，后果多严重，你知道吗？幸亏你妈出国了，这件事情要是让她知道了，她一定会暴跳如雷。小新，好自为之吧。我没有做错事情。小新，小新，能不能听我讲几句话？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。小新，你说的没错，尹彤是喜欢我，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你知道我是不可能接受他的，我也是不可能接受任何人的，不是吗？你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，你曾经问我，长大以后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？我说，我不会有男朋友，只有小新才会有。所以我对爱情的了解，就只有经由小新了。因为一旦小新长大了，恋爱了，结婚了，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活在世界上，小新一定会把爱情的滋味、爱情的喜悦，都跟我一起分享的。你还记得我说过这些话吗？爸妈一直把我看护得很好，他们是想保护我，可是他们越是看护我，我的世界就越狭窄，越封闭。你真的是姐姐的眼睛，你替我看到了很多我看不到的东西，帮我体会了很多我体会不了的事情。每一件东西，每一样事情，你都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我，让我看到的更多，体会的更多。所以，如果有一天，我要是真的突然去了，我也一点都不会觉得遗憾。姐，我不要你说这样的话。我可以不说，可是我心里不能不想。你知道，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约定，可是你觉不觉得，我从来只会跟你说，明天我们做什么，后天我们做什么，可我从来不敢跟你说，下个月我们做什么，或者明年我们做什么，因为我从来不敢把计划拉得那么长，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挨到那个日子。我的人生规划里不会有爱情这2个字，我对爱情的了解就只能通过小新，就只有透过小新。我哪里会想得到，我们2个人居然会同时碰到一个男孩子，之后又发生了许多的事情。我没有告诉你，真的是怕你受困扰。就算现在你知道了，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我跟尹彤的相识，仅仅是一个偶然，它不会改变我对爱情的态度，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。姐，
可是你是喜欢严童的，对吗？姐，你回答我。不管我喜不喜欢，都是没有意义的。你不要再逃避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我不是在逃避问题，小新，因为我真的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突然死了，我没有资格去接受任何人的爱情的。小新，可能是我真的做错了什么，对不起，你不要怪我好吗？原谅我好吗？应该是我说对不起，姐，我从来都不怪你，因为我知道你帮我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只不过现在，我觉得我自己像一个傻瓜一样，处在一个非常难堪的境地。你说的我都明白，只不过我需要时间冷静一下，你懂吗？杨婉，你的心中究竟藏了什么秘密？不要再问我为什么，我恨死了你不断的问我为什么。你滚！我的作品是以大片绿地为主，而中间做了这一些社区跟商业区，而只有在商业区里面，才会有中等楼层的大楼。我的核心概念就是把城乡调和的观念融为景观设计，以大片的绿地，农田、犁田、公园跟森林，包围着社区跟商业区，而这些大片绿地，就像是大自然的肺，调节着人们的呼吸。城市的呼吸，人们的生息，所以就叫城市之肺。杨仙，杨小姐，听说你暗中帮助某个参赛者，真的。杨姐，那个参赛者叫什么名字？请问你是不是来和他谈恋爱？这说两句吧，继续吧，小姐。对不起，杨小姐不接受任何采访，想请大家保持肃静好吗？我会帮你们再约时间的。杨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会帮你们，大家保持安静。说几句，来，我会另外帮你们安排时间的，好吧？我会另外帮你们安排时间。我说那群记者怎么搞的？好像不太友善啊。还好我动作快，英雄救美。什么英雄救美啊？都是你害的。要不是你那么大声叫我的话，记者会围上来吗？他们围上来是因为我大声叫你。废话。啊，那我以前也大声叫你，怎么没见半个人围上来？你干嘛？找茬啊？不，我们小新今天可火了，还上报了。我拍你马屁还来不及，哪敢找茬？你说是不是？董俊霞，你给我闭嘴！小新，你还好吗？再生气啊？我没有生气。那对不起，我回避一下。你别走，就给我1分钟，站这不许动啊！尹先生，董事长和总经理已经下令，禁止让我介入跟你有关的任何事情，所以以后我们私下不要再见面了。有些事情我想先跟你谈一谈。没什么好谈的，而且不止不见面，我想我们两个最好连朋友都不是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之前的承诺是成立的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维持设计展的公平。就这样吧，我们走。再见。
这报上说的某位参赛者，这某位指的就是尹彤吧？警告你，我今天心情很烂。行，咱们不谈尹彤也行，不谈啊。那不谈尹彤，我们谈什么呢？今天是你一定要让我来看他这个参赛的，现在你又不让我谈他，不谈他，我们谈什么？谈恋爱你不会，谈将来你也不懂，谈人生你也不会，心情真的很烂。Tell me why? No way。那我来猜。不行。那你出选择题，我来猜。也不行。那我请你吃牛排。不行。行。好，这叫一笑啊，不，一吃解忧愁，对不对？服务员，来2颗套餐，大份的。大份的。哎呀，好饱啊，不过好吃。你是饿死鬼投胎啊？可能吧。哎，你觉得今天尹彤的作品怎么样？你不是不许我提吗？怎么你又提了呢？只许我说，你不许说。他才华横溢，浑然天成。我相信假以时日，他肯定是建筑界的一个天才。我果然没看错人。这就是你喜欢他的原因啊！我喝汤。服务员买单。哎，今天不是说好是我请你吗？我都被人攻击了，说我暗助参赛者。如果我再被人发现我让公司下游的合作厂商请吃牛排，那我还做不做人了？什么下游厂商？今天我是你的朋友呀。那就对了。那既然是朋友的话，我请你吃顿牛排也没错啊。我要回公司了。谢谢你陪我。先走了。哎，你父亲最近好吗？好久没见到他了，挺想他的。我爸很好，有一次不好意思啊，你那么忙，还占用你的时间。没事的，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吧。是这样的，我一个朋友，他经常流鼻血，而且身体不太好，而我听说跟流鼻血的症状有关的绝症，就是白血病，是吗？绝症是吗？不止，除了白血病之外，还有别的。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，可以直接找胡凯来问清楚。还有什么事情没有？那好，今天的会就到这里，散会。杨叔，可以耽误您点时间吗？没问题。实在有点冒昧，可我还是不能不说。什么事儿这么慎重？有什么话尽管说。杨叔，我真的挺喜欢小兰的。虽然我们才见了几次面，可我真的觉得我们俩挺投缘的。如果您允许的话，我想和小兰交往。走吧。胡凯，小兰是我的女儿，你欣赏她，我很高兴。可是有一件事情，我必须要让你知道。什么事？杨叔是不是担心小兰不喜欢我啊？不，那倒不是的。胡凯，你听说过一种病叫高血氏症吗？高血氏症，没听说过。那是一种绝世罕见的绝症。小兰就得了这种病。谁都希望爱情和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儿，所以我必须要让你了解。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你不会想和小兰的交往了吧？
口试？怎么会突然多出这道程序呢？这可不是突然多出来的程序，在设计展的实施细则当中，本来就规定，评委会在必要时会召集作者来进行口试的。这次呢，是因为你们2个作品的得分实在太接近了，而且有的委员会开玩笑说，这2个作品好像是出自同一个创意。胡凯，你觉得呢？小新啊，怎么你到现在还觉得是我剽窃了尹彤的作品吗？我可没这么说。小新啊，这2天有些报纸吵得沸沸扬扬的，他们可不光针对剽窃这件事，他们还针对你和尹彤到底是什么关系。到底是谁把消息透露给记者的，到现在还没有查出来。不过我不敢相信是尹彤做的。如果是尹彤做的，那就太可怕了。你对尹彤这么好，如果他要是这么做的话，那真的是恩将仇报了。谢谢你的提醒。不过我倒是认为这件事情不是尹彤做的，而是你。小新，你我怎么了？胡凯，请你听清楚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如果让我查出来是你做的，我就让你在凯华混不下去。亲，注意你的态度。是，杨总。那我可以先离开了吗？我还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给尹彤呢。等等，你们2个都听好了，面对这次口试，我们绝对不能大意。当然，在情感上来说，我也希望胡凯的作品可以获得头奖。可是我也会坚持维持公平竞赛的原则。也就是说，无论评审委员会给出什么决定，我都会尊重。杨叔啊，方怡临出国前不是说过？我知道他说过什么，倒是你要格外的努力才行啊。胡凯，你是不是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信心啊？当然有信心了。啊，那就好。我也对你有信心。喂，橡皮心，正要找你呢。我是代表评委会通知你，明天上午10点准时进行口试。口试？对，根据规定，你可以携带相关的资料、文件还有图片，这样你明白了吗？就这样啦。喂，等一下，小静，我有件事情要问你。小兰她是不是生什么病？她流鼻血的症状是什么引起的？对不起，我现在很忙，明天请你准时到会场。小童，我说过了，我认为得首奖的人必定是你，所以今天的口试，我只是来陪考的。或许待会儿他们会问你那梨花灰烬所代表的意义。我知道。如果你需要答案，我会告诉你。我想不必了，我有自己的答案。请吧。它整个城廓的设计特点就是，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，在整个城廓设计中，没有高层建筑，这样就可以使生活在城廓中的人们拥有宽阔的视野，无论从任何一个空间角度，都可以看到位于城廓中心这个哥德式的钟楼建筑。从任何一个空间角落，都可以同时看得到时间。总之，时空之印的概念，就是在任何空间都烙下时间的烙印，以便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先人的历史。胡先生，你这番说明
书面资料都有。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，为什么在钟楼的正面放上一枚梨花的徽记？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那倒没有。陈阔的主色调，我采取了大自然的色系。那枚梨花只是随机取样，其实任何一种白色的花朵都可以替代它。你比如芙蓉、百合、菊花，任何花都可以。是吗？哎呀，我们一直以为梨花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，也充满了好奇。如果要呼应时空之印的主题呀，梨花应该不只是摆在空间中的一个装饰品啊，更应该跟时间有些关系，不是吗？只有跟时间搭上关系，它才构成记忆，也才能构成作品的完整性和统一性。吴先生，谢谢你的说明啊。谢谢诸位。很多人都说我的作品太过浪漫，因为有过多的绿地，不符合经济效益，因为只见到散落的住宅区和商业区，没有集中的建筑群，一点都不像个城市。可是这个，也正是我城市之肺的核心理念，借由所谓的去中心化，来达成城乡矛盾的对立和统一。也就是说，舍弃传统都市的集中理念，建一个完善的交通动线，来让城乡一体化，让大自然成为城市之肺，不是只是想让它很像个公园，是个装饰品，而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公园。你说的这些，为什么没写上企划案当中啊？因为太赶时间，来不及写上去。有问题我们很好奇啊。你把两江交汇的三角洲放在整个城廓的中心，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有一个我自己比较私人的理由。说说。这个三角洲的正中央有个梨园，我父亲的梨园。我父亲他用了他这一辈子的时间，用他这双手灌溉了无数梨果和梨树。其实他的梦想很简单，只希望可以借由自己的劳动，让更多人可以吃到水晶梨。今儿来找你，就是要告诉你，尹彤是童梅的儿子。30年，每一天他都要跟大自然搏斗，有时候黑斑病，有时候离锈病，有时候轮纹病，什么都有。但大部分时间，他跟大自然还是一体的。风、雨、阳光，可以一刹那之间毁掉整个梨园，可是也可以长长久久的滋润这个梨园。而我父亲，他也正是用他这双手把我灌溉出来。虽然这是一个很私人的理由，可是这个三角洲，还有我父亲的梨园，也刚好吻合城市之肺的生态理念。这个梨园就像是一座亲近水也亲近人的涵养林，而它的果实也涵养了整个城市，就如同喂养了我。很好啊，我要的答案你已经给了。胡凯，芙蓉花长什么样子你知道吗？你不仅剽窃了尹彤的作品，还抄了我姐的画。杨叔，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不是你，要是照这样下去的话，评审的结果可能会对我们非常不利。我也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呀。
可是我说过，你一定要坚持设计展公平公正的原则，这点很重要。事到如今，我宁可相信，评委会的委员们还是会投票给你的。可是我想提醒杨叔叔，方姨在出国之前嘱咐过，让您盯紧那些评审委员。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不拿出必要的措施的话，万一我的作品落选了，我想方姨她不会高兴的吧？不高兴也来不及了，等她回来，设计展都结束了。杨叔叔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万一我的时空之印拿不了首奖的话，那我们凯华集团下半年的计划该怎么样呢？这我知道。可要是我们对评审委员运作太多、介入过深的话，我怕这事情传出去，反而会伤到我们凯华自己。我怎么觉得杨叔叔有点袒护尹彤的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时候袒护过他了？希望那只是一种错觉吧。那一切就按杨叔叔说的办，一切就公平竞争。我还有很多事要做，我就先走了。放心吧。哎，好。喂，波尼，是我。情况变得有些失控，杨总有点怪。你能不能跟方姨讲一声，请他打个电话给我？对，好。各位评委辛苦了，谢谢。那就这样，再见了啊，再见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小静，恭喜你，今天表现得不错。小心你别躲我了，就算你在生我的气，我们还是可以把话给说清楚的。我没有生你的气。哎，放开我。是，我是喜欢你姐姐。可是如果因为这个理由而砸掉我们之间的友谊，我真的会觉得很惋惜的。你忘了吗？为了单纯当个朋友，我们走得有多辛苦。我没有气你，我是气我自己。我也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，可是我一时间没有办法面对你。对不起。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，我不应该随便发大小姐脾气。我这样，你会不会觉得很讨厌？橡皮心，从我第一秒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是这副德性，说不讨厌你是假的。啊，打够了吗？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小兰是不是有什么病啊？小童，你别再问我了，好不好？所以，她真的是生病了。我不能告诉你。那你别告诉我，我猜嘛。猜对了你点头。不行。白血病。鼻咽癌。再生障碍性贫血。都不是了，我要回去上班了。高血氏症。还能活多久？我不知道，也没有人知道。捡起你的爱恋，藏在心田，一夜之间偏执云烟，爱恨的界限已经那么绵
光线耀眼。原来爱已到了终点，竟不再有明天。我的心已经撕成了碎片，足以穿透美丽的誓言，何苦厮守这片梦田？我的心已经撕成了碎片，愈合不了美丽的从前。最后一滴眼泪是我唯一的尊严。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我记得你说过，如果可以花开不谢，那该多好。可惜，世上没有不谢的花。于是我就想到这个办法。它叫白雾，无论春夏秋冬，它都永远的盛开。而我打算把它盖在我父亲的梨园当中。盖好了，我就一起住进去。到底在说什么？谁要跟你一起住进去？不要这样看着我，行不行？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会怕我，为什么要躲开我。我也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说你走不到爱情的尽头。小兰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什么？到底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知道你得了高血氏症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是不是怕把我给吓跑了，以后再也见不到我？或许你有这种想法，就算你不能跟我在一起。但只要能够见得到我，就算是陪在小新身边，你也愿意。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自大？谁想看见你？你哪有那么伟大？是啊，我很卑微，也很平凡，所以我的想法就跟一个凡人一样的简单。当我爱上一个女孩的时候，我也希望可以多看看她，多陪陪她，跟她分享她的喜怒哀乐。就算她生命跟梨花一样短暂，我的想法还是不会改变的。小兰，跟我在一起，好吗？你疯了吗？我是一个连我自己都没办法照顾的人，你跟我在一起那不叫爱情，叫折磨，你懂吗？是自从我跟你在一起，我感受到的不是甜蜜，正是折磨。可是爱情不正是这么一回事吗？我会很自私的，很不负责任，会跟你走一半就会溜掉的。就算我只能跟你走一半的路，我也心甘情愿。而且真正支持人不是你，是我。因为你要去的地方，我不能陪你去。在想死后的世界是个什么地方吗？就算我真的跟你去，我们还会在一起吗？
会有知觉吗？你会不会感到寂寞？你会不会？我心里有一大堆的疑问，可是没有人能够给我答案。当我知道你的病的时候，我想到的不是你走到一半会丢下我，我想到的是你心里的悲伤和害怕。你会害怕，因为你舍不得离开我，但是你又必须要离开我，而你害怕，是因为你不愿意看到我一个人寂寞地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说的对吗，小兰？这些想法一定都是一直缠绕着你，以至于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你就选择一个最简单的方式，就是什么都别想，什么都别碰，离我越远越好。可是小兰，不管你怎么想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我决定和你在一起，我决定要盖起白屋。你花开了，会谢会落，但是白屋，它是永远的白，这个才是你要的自由。是的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还剩下的就等你决定。